沈明远，你个黑心肝的东西，坑钱坑到乡亲头上来了！李婶儿，这是今天要自检的货，不能乱撕。滚一边去！你拿他工资，当然替他说话。大伙儿看清楚，他4块2收咱们的花生，转手一罐卖39.9块，就这么一小罐卖40，他这是吸咱们血呀！那不是地头湿花生，那是筛选、烘干、检测、灌装后的精品熟花生。哼，听见没？又开始单副词糊弄人了。啥检测不检测？祖祖辈辈吃花生，也没听说吃之前还要盖章。明远，再不走，下午检测排不上庙了。这批货约了江州检测中心，耽误了，今天谁的钱都结不了。少拿结款吓唬人！你就说4块2收来的花生，凭啥卖39.9块？水分检测、烘干损耗、筛杂、脱壳分级、黄道木初检、防潮仓、包装、退货赔付90天账期，这些不要钱。你写啥就是啥，谁看得懂？桂芬，花生潮了确实容易坏，检测不是瞎编的。赵大爷，你别被他绕进去，他要真没赚黑心钱，咋不敢涨到6块？对，城里卖那么贵，6块咋了？你们以为渠道是天上掉的？垫款、赔货、跑检测的时候，你们谁看见了？你闭嘴！你拿他的钱，当然帮他说话。哎，我收4块2，是按合格干花生收，水分超标的要晒，霉点明显的一袋都不能进食品链。听见没？他嫌咱们的花生不配卖给城里人吃。沈明远，你良心让狗吃了！我说的是不合格的不能卖，不是说你们的花生不能吃。那你就涨价，别拿一堆破报告挡着。他4块2收，我6块收，敞开收，不用检测，不用防仓，省下来的钱全归咱们自己。真给6块？给，现金不够，我先打欠条。我卖给大顺，总比被白眼狼压价强。他连检测报告都没有，城里谁敢收？少吓唬人！花生又不是金疙瘩，还非得供在空调房里。花生不用供着，但要防潮、控水、检测、退货、备变、赔款，你担得起吗？哼，你不就是怕我断你财路？王师傅今天检测货取消，空车费我付。真取消？明远，大伙就是讨个公道，你把车退了算咋回事儿？公道你们已经选了，你少吓唬人！一天这么多货，你舍得不收？那你收。从现在开始，青崖村的花生我只收已签约、检测合格、预付定金的那批，剩下的另请高明。沈明远，你敢？我敢。哥，真不管了。他们嫌我赚黑心钱，那这钱我不赚了。萨强，你说的6块，现在就给我记上。记，都记。从今天起，全村的花生我沈大将收了。强，先给我写，我家3000斤，1斤6块，1分都不能少。放心，我沈大强说6块就6块。还是大强实在，不像有些人一开口全是成本。孙亮，装车。沈明远，你真走啊？别明天又回来求大家卖给你。我说过，没检测、没防潮、没合同的货，我不收。哼，听见没？他还端着呢。别理他，咱们今天就让他看看，没他这个中间商，花生照样卖高价。萨强，这批花生潮气重，得先摊开晒。你这么急着收，放一夜容易发热。赵大爷，你又来了。花生不就是土里刨出来晒晒，哪有沈明远说的那么邪乎？不是邪乎，袋子一堆，里面闷住，坏得快。赵大爷，你要怕坏，就卖给沈明远去，我们还等着6块钱呢。我提醒过了，他们不信。哼，少在这咒我。你那防潮仓一天多少钱？我可不像你，变着法子从乡亲身上扣。你要收就找干燥仓，货别贴地，别混水分高的。还教我做生意？你先管好你自己吧。大强，车找好了，镇西旧仓库也谈好了，便宜够大。这车漏雨，5块篷布就行。听他的干啥？装货！哥，这样真会出事。走，路是自己选的，我们现在拦，只会被当成心虚。沈明远，看好了，今晚我就把全村花生拉进城。先别急着进城，你最好先看看天气。大强，这雨要是真下来，就寮仓边屋顶可不太花实。闭嘴！别当着大伙说丧气话。大强，这地方真漏，要不先把货挪高点儿。挪啥挪？
几千袋花生，你挪到明天早上。大强，我家那批可不能坏，6块1斤，你写了的。坏不了，沈明媛就是吓唬你们，他靠防潮仓赚钱，当然把雨说的跟刀子一样。底下已经潮了，赶紧拆袋摊开，不然里面发热。赵大爷，你咋还帮沈明远说话？他给你啥好处了？我是心疼货，花生不是石头，焖一夜就变味儿。大强，要不听赵大爷的？听他的，明天谁给你6块？你们要高价，就别一会儿一个主意。我车上还有篷布，要不垫底下？垫，赶紧垫，别让他们看见了又乱嚷嚷。哎，咋有点味儿？土腥味儿，刚刨出来的东西没味儿才怪。这不是土腥味儿，是闷味儿。现在摊开还来得及，你要再唱衰就出去。这批货明天进城，一卖出去，谁还听沈明远那些破规矩？大强，明天真能卖出去吧？当然能。马三水，天一亮就装车，先送江州坚果厂。不检测？检测个屁！先把钱拿回来。大强，这味儿不太对。闭嘴！到了厂门口还说这种话。先开3袋抽样，水分、外观、气味都要看。都是青崖村好花生，昨晚刚收的，新鲜的很。花生不是越新鲜越好，含水高，风险就高。这批货怎么存的？昨晚下点小雨，外面沾了点水，里面没事儿。壳里也潮，先停卸。别停啊！我们全村的货都在这儿，一停我咋跟乡亲交代？沈明远呢？以后青崖村的花生我来供，他就是个中间商，我把成本砍了，价格还能更低。你砍的是成本还是标准？秦老板，做生意别太死板，花生嘛，晒晒烤烤不都一样？不一样，食品进嘴不是赌运气。水分超标，部分上品有霉变风险，正式检测前这批货不能入库。啥叫不能入库？沈明远以前送来你们就收，我送来就不收，你们是不是串通好了坑我？沈明远送来的货有批次，有检测，有防潮记录，你有什么？我有货，这么多货还不够？坏货越多，赔的越多。质检没过，车不能进厂区。那我这车货怎么办？拉走，临时占用卸货场按小时收场地费，后续如果送检，费用自取。大强，场地费、油钱、顺检费，这可都要钱。先别嚷。大强，卖出去没？啥时候给钱？快了，厂里排队验，下午就能结。你要敢拿没通过检测的货去别处冒充合格货，我会直接通知平台和监管。你吓唬谁？我只认报告。大强，钱呢？不是说下午结吗？急啥？厂里排队验货，大公司流程多，明天就能打款。你早上不是说今天给吗？沈明远以前不也3个月账期？我这才1天，你们就催命？货咋又拉回来了？厂里仓位满了，先让咱们拉回来等通知。大强，厂里让咱们赶紧把货拉走，卸货区占用费还在算。闭嘴！啥占用费？不是卖货吗？咋还倒贴钱？马三水嘴笨，那叫压戳费，等款一到账就退。大强，你说实话，厂里是不是没收？赵大爷，你咋就盼着我卖不出去？我高价收货，你不高兴是不是？我是不想全村的花生砸手里。大强，你给个准话，货到底过不过？欠条在这儿，我还能跑了？你们信沈明远，不信我？咋有股味儿？下雨天车里闷点正常。开门看看。看啥看？越开越受潮。这不是我家的袋子吗？我的也在地下。
都别乱动，这就是外面湿了，里面好好的，壳都软了，再捂下去，谁也救不了。大强，你不是说厂里等打款吗？要不是沈明远提前跟城里打招呼，他们能不收？这是他断咱们财路。沈明远，你还说不是你害的？我们的花生刚送到江州就被退了。李婶儿，话不能乱说，货怎么存的，你们自己不知道？少装！秦雅以前只收你的货，我一去他就拒收，不是你打招呼还能是谁？秦雅拒收是因为货没过标准。你别拿标准压人，你就给他打个电话，说那是青崖村的花生，让他收了。不合格的货，我不会替你们说情。你还真想看全村赔钱？赔钱是小事，问题货流出去，青崖村牌子就完了。赵大爷，你现在跟他一伙了？明远，要不你打个电话问问，到底咋回事，也让大伙死心。沈明远，秦总，今天青崖村那车花生，你们为什么拒收？水分超标，代替发潮，部分样品有霉变风险，没有批次检测，没有防潮记录，不能入库。那我们的货真有问题？我只看货，不看人。沈明远的货不合格，我一样拒收。听见了吧？秦老板，你这话说的好听，谁知道你们私下有没有商量？沈大强，你再造谣，我会把拒收单、抽检照片和现场记录交给平台。现在清楚了。那我家的花生怎么办？3000斤呢？能检测合格的，我可以按加工料重新评估；发潮变化的，不能进食品链。加工料多少钱？按等级，不按你们喊的6块。看见没？绕一圈他还是想压价，先让咱们货被退，再低价捡漏。沈大强，你还要不要脸？你等着，我现在就发视频，让全网看看你这个黑心中间商怎么逼全村低头。家人们，青崖村花生被退，全是因为这个人暗中卡渠道。家人们看看，我们全村的花生刚送到城里就被退，为啥？就因为沈明远不收，城里也不敢收。我家3000斤花生啊，他一句不收，我们就全砸手里了。以前4块2收，现在货被退，他又想低价捡漏。他把秦雅说的检测不合格全捡了，这不是明摆着造谣吗？继续看。我们农民不懂那些弯弯绕绕，只知道辛苦种出来的东西被他一句标准法定了。哥，咱现在就发视频，把通话录音放出去。他现在要的就是我跟他吵，那就让他这么泼脏水。不是不回，是要一次说清。把秦雅电话录音、拒收单照片、旧留仓视频、车厢照片都存进去，每个文件标时间。你早就留了。做食品生意，证据比嘴硬有用。这是我从车底下捡的，你看看，还有旧霉。外层还能挑，底下这批不行，已经有霉点，不能进食品链。我就知道，评论全在骂你，说你逼村民低头，让他们骂。明天把样品送第三方检测，检测出来，要是真不能卖，贵芬他们受得了吗？受不了也得认，东西是吃进人肚子里的，不是拿来毒气的。他还没完了，那就让他播。他说的越多，留下的证据越多。家人们，他说自己不黑心，那就让他当场公开账本。公开，别躲！沈明远，你不是说成本高吗？拿出来给大伙看。你们想看账，白天不看，非要跟着他直播闹，怕了，怕就说明账有鬼。这是3年付款记录，4块2收购，我当天垫款，江州那边90天才回款，账期风险是我扛。他以前真当天给钱？那也不能证明你没赚黑心钱。水分检测、烘干、筛杂、黄墙抽检、防潮仓、包装、退货赔付，每一笔都有票。票谁不会做？你拿这些吓唬农民？大强，你也拿出来，你6块收的账，旧仓租金、运费、退货单也给大伙看看。现在说的是他，不是我。你不是说自己更会省成本吗？省哪儿了？省到货被拒收？沈明远，你有本事就按6块收。我可以检测，合格的按等级收，不合格的不能进食品链。那要是不合格呢？该销毁就销毁，不能害人。听见没？他要毁你们的花生，他就是想逼你们低头。已经封存，谁说谎一清二楚。谁让你们乱取我货的？那是我捡的，我作证。你今晚说的每句话，我都录下来。
样品编号，封条完好，请稍后。谁知道你们有没有换样？这袋花生是不是我们的都不一定。袋子是我从你车底下捡的，封条也是我看着贴的，你还想赖？别吵了，先看结果。样品水分明显偏高，黄丑谋毒素风险项需进一步复检。按食品原料初筛标准，不建议进入食品加工链。不建议进入食品加工链，那是不是不能卖了？至少不能按合格食品原料卖。我3000斤啊！一个样品能代表全车，你们就是被审明员买通了。请注意你的言辞，检测过程有监控，样品封条有记录。大家听清楚了，检测中心说的是标准，不是人情。报告的时间、赖证据都在这儿了。你闭嘴！你们就是想压价收。我再说一次，合格的可以按等级评估，不合格的不能卖给人吃。那我们的钱谁赔？大强，你说6块收，你写了欠条。我是想帮你们卖高价，谁知道城里人这么刁。不是城里人刁，是你不听劝。我让你摊开晒，你偏要堆旧仓。你现在马后炮有啥用？昨晚你咋不拦死我？我拦你，你让我滚。那我的花生就这么废了？先全部分解，没回便检测合格的，还有加工料可能，明显坏的只能无赖化处理。听见没？他说来说去就是要低价收，检测报告就是他压价的刀。把昨晚旧粮仓视频放出来。沈大强，检测报告都出来了，你说6块收，现在钱呢？报告只是样品，又不是全村的货都坏了。你还嘴硬，坏的是底下这批，压了1夜，闷了1夜。我家货也在底下，现在咋办？明远，你懂这个，能不能先救救？能救的只有一部分，先分级，没点没异味的重新速检，轻微受潮但合格的只能做加工料，明显没变的不能进食品链。那价格呢？按检测结果和等级定，不可能按6块。听见没？他一句按等级，就想把损失全算到咱们头上。是你把货堆坏的，下雨是我下的，检测中心是我开的，旧仓是你租的，车是你找的，哼，6块也是你喊的。我不管，我卖给的是你，不是明远。你写的欠条，你认不认？认，我又没说不认。等我把货处理出去，钱一分不少给你们。还能处理到哪儿去？食品厂都不要。大强，镇上散货老问，8毛1斤统收。8毛？他咋不抢？我6块卖的，变8毛了。所以现在要先分解，能救多少救多少，别再一车混卖。你少装好人！分拣完，好货被你低价拿走，坏货全算我头上。大强，到这时候了，你还不让分？先把我家的挑出来！谁敢动？一动就说不清了。不动，坏得更快。行，先不分，都回去，我今晚想办法。轻点儿，别把人吵醒。先把底下那批装走。8毛1斤，你真卖？村民知道不得撕了你？不卖更亏，再捂一晚，1毛都没人要。说好8毛是现在这个味儿，再臭点我5毛都不要。少废话，现金带了吗？沈大强，你半夜拉货去哪儿？我转仓，怕货继续受潮，不行吗？转仓用得着外村收货佬？我不掺和你们村里的事儿，别走！你刚说8毛1斤，我都录下来了。你敢录我？你敢做，还怕人录？大强，你这是干啥？桂芬婶儿，我这是帮你们转地方，真不是卖。转地方，8毛1斤，转给散货佬。8毛？你说6块收我的？那是坏的那批，好的我肯定按高价处理。车上有你家袋子，也有桂芬家的袋子。
你分了吗？这是我家的，你把我家的也当坏货卖？你听我说，先回点现金，我才能给大伙周转。拿8毛周转6块，你当我们傻？车牌交易8毛1斤，全录下来了。孙亮，你非要把全村的退路堵死？退路是你堵死的，白天不让分，晚上偷偷卖。沈大强，你赔我花生！沈大强，你昨晚要8毛卖我的花生，今天必须给我说法。我家的袋子也在车上，你是不是想一车全卖了？我那是周转，先回点现金，不然你们1分钱都拿不到。6块收，8毛卖，这叫周转。都别吵！现在最要紧的是把还能救的货挑出来。明远，你说咋办？我家的不能全废呀。先分拣，再复检，合格整粒可以按原料价走，轻微受潮但指标合格，只能做加工料，有霉点有异味的，一袋都不能进食品链。那坏的谁赔？看我干啥？昨晚要不是孙亮拦着，8毛也能先回点钱。你还想把坏货偷偷卖出去？不卖怎么办？你们让沈明远高价收啊！我不会替你的错误买单。那我们咋办？家里指着这批花生还账呢。我可以帮你们做分拣表，也可以帮合格货重新送检。检测通过的，我按公开等级收；检测不过的，谁也不能卖给人吃。这才是正路，分吧，再拖下去更坏。我分，我认了。你们真信他？分好货都进他仓，坏账全算我头上。大强，欠条是你写的，仓是你租的，货也是你不让分的。谁家的货自己认代号，别混别抢，按顺序来。哥，能救多少？比我想的少。那咱后面的订单咋办？10号村。啥？我爸以前说过，10号村也种花生，路偏，没人愿意收，但货不一定差。10号那边的花生，你不是一直压着价吗？沈明远要过去，他敢来，我让他一袋都收不走。哥，这路也太偏了，货真好，咋会没人收？路越难走，2道贩子越敢压价。颗粒小，路又远，2块8，爱卖不卖。去年还3块2呢。那你自己拉出去卖啊！就这破马路，油费都不够。你们也是来收花生的？先看货，不合格的我不要，合格的按等级报价。你就是青崖村那个沈明远？你认识我？听人说过。哼，又来个会装的。乡下花生还分啥等级？分不分？测了就知道。你别先夸再压价，我们村吃过亏。我不口头压价，也不口头抬价。水分、杂质、油味、香味，现场看。哥，比青崖那批稳。稳是啥意思？水分达标，晾晒不错。再开几颗。香味挺浓。小粒就是小粒，你们别被他忽悠，城里没人要这种。整粒精品不一定合适，但做花生酱、花生酥，小粒反而香。那你能给多少？先不喊虚价，我按3档收，整粒、破半、小粒加工料，每袋编号，检测合格当天结一半，入库复检后结尾款。说的好听，最后还不是扣钱？所有扣项写进合同，你们不懂，我一条条解释。行，今天先让你测10袋。1号袋水分达标，杂质少；2号袋
破半多一点，但没异味。你们真一代一代记，以后每代都能查到谁家哪天晒哪个等级。记得花哨有啥用？最后压价的时候还不是他说了算。我现在就报价，整粒好货4块6，小粒加工料4块1，破半但检测合格3块7。小丽也能4块1？他刚才才给2块8。你们别傻，他今天给高价是想把我挤走，等我一走，他立马压你们。你咋保证不变价？等级标准、扣项、付款时间都写进去。今天测的时代，我先按结果收。刘村长，双款码，现场转第一笔款。现在就给。合格货当天先结一半，入库复检过了结尾款。一半，看见没？还是扣钱。你2块8是全款吗？我那是现结，现结也少1块多。到账了。先测我家的，我家晾的也干。刘春山，你今天把货卖给他，以后别想再找我收。你2块8收我们的时候，也没给过退路。哼，哥，15寸这批真能顶上订单？如果后面都像这时代，能。沈老板，今天开始15寸按你的标准来。沈老板，我家也能4块6吗？看货，干净够干，整粒多才是4块6，湿的掺土的1分钱高价都没有。那我家刚收回来，还没晒透，继续晒。别急着卖，湿货进场就是退货。都听清楚了，想卖好价就别糊弄。他说的好听，先给一半钱，剩下一半你们上哪儿要？尾款时间写在这里，入库复查合格，当天结清。谁怕我赖账，可以不卖。沈明远，江州厂明天上午等样品，过点订单就转给别人。哥，山路不好走，天马上黑了，今晚必须先发20袋样品。村里谁熟路？我带路。车慢点，能下山。这20袋只是样品，样品过了，10号村的货才能大批进城。我们懂，先把路打开。哥，路被堵了。前面路塌了，大车不能过。放屁！这路下午还走过，哪儿塌了？说不能过就不能过，压坏路你赔啊！哥，他们就是故意拖时间。别下车手，先录清楚。拖到天亮就行，样品进不了厂，他这单就黄了。录下来了，路塌是假，拦货是真。现在挪车，我当你们没犯糊涂。你少吓唬我！那就报警，车牌、录音、定位全有。明远，样品最晚明早8点到检测口，再晚厂里排不上。哥，就算他们挪车也耽误半天了。还有条老岔路，小车能走，大车过不去。样品换3轮，防潮带扎紧，盖双层篷布，防潮车留着等处理。都来老岔路口，带3轮车，带篷布。沈老板，咱村的货能不能出去，就看今晚了。不是看今晚，今晚只是第一步。我带路，下山。哥，沈大强这回是真急了。他越急，说明我们走对了。7点06，到江州厂最快40分钟。我侄子的箱货到了，就停前头加油站。慢点喝。哥还拍啥？时间不够了。换过车更要留证，代号、封条、重量一样不能少。SK024
SK025，数量核对无误。沈明远，长检口7点50开门，8点一到，样品排号锁死。我们录上了。还有件事，厂里刚接到举报，说你们深夜换车，来源不清，门营可能会查。又是沈大强，让他们查，编号、封条、视频都在，越查越清楚。你们就是被举报的那车，来源不明，深夜绕路，先核材料。谁举报的？沈大强吧？他们从山沟里偷拉货，谁知道有没有掺坏花生？出了事你们厂负责。偷拉？这是我们石澳村自己的货。材料带了吗？村委证明、样品清单、分级表、装车视频、换车视频，全在这里。20袋封销没破，可以现场核。代号一致，封条完整，可以进出检。举报不成立。我们按流程检测。7点59，差1分钟。够了。开始抽样。哥，咋还不出结果？水分、杂质没变，都得走完。要是不过，石头村还得继续被人压价。先别急，至少流程已经进了。5号袋杂质偏高，那是不是不行了？5号袋单独降低，不混进整颗粒样，其他袋按各自结果算。你就是沈明远？是。你这批货颗粒小，做礼盒不占优势。可它香啊！小粒不做礼盒，做花生酥、花生酱，烘焙碎，出油香，成本稳，比大粒更合适。快检阴性，水分达标。5号袋酱加工料，其余样品合格。过了。这个香味，直播款能打。下午3点，平台有一场空档，你们敢不敢上试播？今天下午先上3000罐花生酥预售，卖得动，首批原料就给你们石刀村。我们村还没大批分级呢。现在回村，马上分。下午3点前，我要看到首批原料清单和直播溯源视频。给我3个小时。哥，这回真要卖到网上了。先把货分明白，网上卖的越快，标准越不能乱。20袋样品，19袋合格，1袋酱加工料，这里签收。5号袋按加工料，不混整粒。沈老板，真要上直播，我们山沟里的花生也能卖到网上。能不能卖爆，看今天；能不能长久，看标准。10点05，3点开播，只剩不到5小时。回村后先拍3样，检测单、代号分级，村民现场分检，不要摆拍。明白，要真实。沈老板，过检单呢？真过了，真过了。别乱，按他说的来，先分级。整粒干货放左边，小粒加工料放中间，没晒透的放右边继续晒。谁混带，今天不收。下午就直播了，11点也能用吧？不能，网上卖出去，砸的是石澳村的名字。哥，这袋不对，就底下潮一点，晒晒就好了。你先按好货收呗。继续晒，合格再收。今天赶不上，不代表以后没机会，混进去就永远没机会。谁还想糊弄？现在自己拿走。分级堆都拍上了，石澳村第1批原料，只收检测合格的花生。价格公开，等级公开，谁家的货都能查到。哥，11点40，第1批清单出来了，整粒12袋，小粒加工料36袋，半干货全部暂缓。发给秦雅，准备装车。他还真把山沟货盘活了。
都别拍了！山沟小花生也敢卖到网上，坑谁呢？这是石坳村，不是你撒野的地方。哼，青崖那趟还没完，他又来骗你们，直播翻车，你们1分钱拿不到。沈老板，网上真会退货吗？检测单、分级表、代号都在，退不退货看质量，不看他嗓门。呵呵，一张纸就想糊弄人，谁知道是不是你买来的？你再说一遍，你造谣检测单造假，我现在就录着。颗粒这么小，城里人能买？卖不出去，你们就等着哭吧。小丽不做礼盒，做花生酥，香味足，出油稳，这是优点，不是缺点。明远，直播间已经预热，3点开播，别纠缠，拍完就走。刘村长，装车出发。孙亮，继续拍。谁家合格货，谁站到袋子旁边，让网上的人看清楚。今天这批花生酥原料来自石坳村，检测报告和溯源视频都在小黄车详情里。山沟货也敢卖，别买，谁买谁上当。哥，他又来了！别吵，放试吃。这个香很直接，不腻。有人下第1单了，哥，破百了！先别高兴，看退货率和复购。每一袋原料都有编号，哪家种的，哪天分级，哪袋进场都能查。小丽不是次货，她不做礼盒，专门做花生酥和花生酱，香味足，才适合这个品。大家听这个声音，酥但是不干。800单，1200了，库存快到线了，要不要把预售加到1万？哥，加呀！不加，石坳村今天过检原料只够3000罐，后面要上必须重新分级检测。看见没？他不敢加，就是怕卖多了翻车。我确实怕翻车，怕为了多卖，把没检测的货卖给你们，所以今天只有3000罐，卖完就下。2700，最后300罐，拍完今天就没了，售罄了。3000罐就这么卖完了？人家靠的是标准，不是嗓门。别捧他，石坳那点货不够，他迟早还得回来求咱们。可咱们那批花生都返潮了，挑好的放上面，坏的藏下面，只要进了他的车，钱就能先拿回来。那是骗人，也是害人。不这么干，你们欠的钱谁还？今晚就挑货。大强，这样真能行？沈明远现在缺货，没工夫一袋翻，表面看着干，他就得收。你这是故意掺坏货！你清高，你替大伙还钱。明早拉到他面前，石安村能卖，青崖村也能卖。告诉明远，别让这批货进车。先别声张，到场验底袋。你不是缺原料吗？青崖村的货摆这儿了，按石坳村价收。先验货。表面这么干，还验啥？你就是想继续压青崖村？我们昨晚收到赵大爷消息，是不是个混货？到底袋就知道。少吓唬人！你们串通赵满仓害我。那就当场验。这不是我家的袋子吗？水分超标，还有异味，这袋不能进食品链。就底下一点潮，晒晒还能用。你贴的是整粒干货，你拿坏货冒好货，骗的不只是我，是买花生酥的人。大强，你昨晚真让我们这么装？不这么装，你们1分钱都没有。我录下来了，谁让混的？谁说表面干就能骗过？大家自己听。报告只是样品，又不是全村的货都坏了。你坑完我1次，还想坑第2次？合格货我按标准收，不合格货谁混袋谁负责。今天从第1袋重新分。你
说6块收，后来8毛甩，现在又让我拿坏货冒好货，钱呢？我也是为了大家回本儿，为了回本儿就能坑人。想卖货就按我的规矩来，不想按，现在就把货拉回去。咋分？第一堆干净整粒，第二堆货半小粒但没异味，第三堆反潮有霉点有异味，隔离不进食品链，每袋倒开当场看底，谁家的货谁签字，一袋袋倒，天黑都分不完，他就是托你们。快一点，可以，错一袋直播间退货，厂里解约，谁赔？先分我的，我认。这底下咋这么多坏的？昨晚混进去的，坏的隔离，还能旧的重新晒重新测，今天不收。这损失你赔，凭啥都赖我？你们昨晚也在场，是你说这么装能骗过去？合格整粒3袋，小粒加工料5袋，隔离坏货12袋。坏货比好货还多，所以我早说过，不能堆旧仓，不能闷，不能混，标准不是压价，是保命。那我的钱今天怎么算？你们别逼我，我现在没钱。没钱就把账说清楚，把分拣表和欠条拍下来，货归货，账归账，今天分开算。沈大强，你还想跑？我回家拿账本儿。账本在你嘴里，欠条在这儿，钱也在你手机里。谁报的数？23户欠条，一共18万6，今天倒带后合格只剩不到3成。那坏掉的7成谁赔？我也是亏的，租仓找车请人，哪样不要钱？亏损可以算，可你明知道货反潮，还让人混带冒充好货，这是骗。还有这个，表面看着干，他就得收。你这是拿我们当挡箭牌！不这么干，你们1分钱都没有。沈明远把石坳村货盘活了，他就该帮青崖村。帮青崖村，不等于帮你遮怀账。拖到天亮就行，样品进不了厂，他这单就黄了。石头村那次堵路也是你干的？我那是怕他不管咱们，你是怕他做起来，显得你坑了全村。今天先登记，合格货按明远标准走，坏货单独封存。沈大强的欠账，村委见证，谁也别想赖。我真没那么多钱，没钱就写还款，你敢跑，我们就报警。青崖合格货单独编号，不能混进10道批次，明白？有人说你开始收青芽和反潮花生补库存，评论区炸了。哥，他们说咱们把反潮货塞进3000罐订单里了。网上谁发的我哪知道？群众有疑问也正常。你少装！别吵，造谣靠嘴，澄清靠现场。官方号开临时直播了，你这边直接拍，重点说清楚，青芽货有没有进场？我现在在青芽村旧粮仓门口，青芽货今天刚分拣，还没装车，更没进场。这些反潮有异味的，全部隔离，不进食品链。石坳村批次编号从 SK001 到 SK048，检测单、装车、入场记录都在。后台详情页已经挂了10奥批次溯源，青芽货没有进入这批订单。看清楚，青芽货还在地上，车是空的。空车也能说明啥？你们晚上拉走谁知道？哼，那就现在封存，村委见证，坏货封存，谁私自动，谁负责。我家的坏货也在里面，我认，不往外卖。退单速度降下来了。青芽合格货另起微筛编号，复检合格，单独上架。谁也别想混进10奥批次。你就是借直播踩青芽村，丢人的是你，不是青芽村。他又想溜，跑不了。货说清楚了，接下来算账。一户一户念，欠多少，货坏多少，谁签过字，都当面说清。你们这是审我，我又不是没花钱，租仓、雇车、请人，哪样不要钱？正常成本可以列，堵路的钱、黑视频的钱，不能让村民替你出。什么黑视频？你别乱扣帽子。视频已经发了，热度起来了。尾款2000什么时候给？还说不是你发的？你偷看我隐私，你造谣全村的时候咋不说隐私？这条不用吵，截图保存，连同堵路录音、混货视频一起交村委。还款协议、停止造谣声明，今天都写。我没钱，写了也没用，没钱就分期。你敢再跑，我们就报警。我不要你嘴硬，我要你白纸黑字。李贵分家原欠1万2，合格货抵2400，剩9600，坏货损失另计。我认抵扣，
剩下让他还。明远，平台那边看了澄清，退单压住了。还有个消息，花生酥复购预约破1万罐。1万罐？但平台要求新批次明天中午前出原料计划，不能混，不能乱。清雅还能进吗？能，只有合格货能进，另起 UC 批次重新检测。石澳是石澳，青芽是青芽。这回谁也别想糊弄。1万罐，你吃得下吗？吃不吃得下看标准，不看你。哥，1万罐不是小数，青芽这点合格货根本不够，所以不能全压青芽。石豆主供，青芽只上复检合格的小批次。凭啥石澳吃大头？我们青芽才是你本村。本村也得看货，谁达标谁先上，谁不达标谁继续晒。这话难听，但对。沈老板，听说又有1万罐。先别高兴，我只要达标货，今晚前能分出多少，全部按 SK 批次走，明早复检。能分，但我不敢给你拍胸脯，半干的我不让上车。就要这句话，宁可少，不许混。听见没？人家石澳也不是想卖就卖。平台给的条件是，明天中午前提交原料计划，晚上开第2场预售，每个批次必须能查源头。SK 批次10刀复检 ，QA 批次青盐合格货单独复检，隔离坏货，不参与任何食品订单。那青芽现在能报多少？只报已经合格的3袋整粒，5袋加工料，其余晒够复检过再加。报这么少，咱们不是亏了？报多了，卖出去退回来才是真亏。村委盖章见证，谁在私自混带，直接取消收货。说的好听，石澳那边要是被人高价劫了，你这1万罐拿啥做？哼，所以我先立标准，再谈数量。都别晒了，我今天5块2现收，有多少要多少。5块2，比沈老板的整粒价还高。现金马上结，不用检测，不用编号，不用等复检。不要检测，那坏货你也收。我有我的渠道，你们管那么多干啥？拿钱就行。刘村长，现钱白眼钱，不卖是不是傻？卖可以，先把话问清楚。沈老板，他5块2全收，不检测，你说咋办？我不拦你们卖，但问他3件事：签不签收购合同，写不写批次来源，坏货出问题谁负责？听见了，签合同，写来源，出问题你负责。乡里乡亲收点货，整这么复杂干啥？你刚才不是说全收吗？咋不敢签？我倒手给别人，哪能写你们石澳村名字？不写来源，就是要锻炼，出事查不到你，只会查种花生的人。沈明远，你隔着手机坏我买卖？你这叫买卖？你连坏货都收，想拿去掺哪儿？你们别忘了，沈明远也不是全款，我可是现金。现金再多，也不能把石澳村名声卖了。我不卖，5块2不写合同，我心里不踏实。行，5块5，我再加3毛，加到6块，你不敢负责也没用。石澳不松口，刘春山被沈明远洗脑了，那就别让他们明早复检。哼，行，那就换个法子。沈老板，他走的时候一直盯着编号带，我怕他晚上使坏。今晚别散堆，每袋拍照，封条压住袋口，编号和重量再核一遍，留2个人守夜。明白。村长，真有人敢来动？钱没谈成，就怕他谈脏招。别整代班，撕几个封条，把小粒袋和整粒袋换牌子。明早复检乱了，他就交不了计划。手别动，路过还撕封条。我路过看看货，咋了 ？SK 017，封条完整图在这儿。手别动，我路过看看货，咋了？路过还撕封条。SK 017，封条完整图在这儿。你刚才撕的是复检样品，破纸条而已，能说明啥？刘村长，别跟他吵，拍清楚人手、封条代号，直接报警。复检样品被人为破坏，明早要单独备注。报啥警？我又没偷。没偷？你是想让石包村明早复检不过？他真想换标签儿，我就是吓吓你们。你吓的不是我们，是全村明天的饭碗。
半夜进晒场，撕别人货代封条，你解释一下。我没偷，我就摸了一下。你说要换标签，让付检乱掉，视频里都有。人和证据先带回所里做笔录。不是我一个人，是沈大强让我来的。沈老板 ，SK017封条被撕了，明早咋办 ？SK017单独封存，备注人为破坏，不进主样，其他待重新核封，明早照常复检。明白，今晚我亲自手。封条完整的都在这儿 ，SK017单独封了，没混进去，做得对。其余封条完整，可以抽检。10号主批水分达标，快检烟性，杂质合格，可以入库复检。过了第一关，后面批次还照这个标准走。平台通过初审，今晚第2场预售给你们主推位。沈大强那边该收网了。我认欠钱，不认别的。10号那事儿跟我没关系。哼，还嘴硬。昨晚10号村破坏封条的事，2道贩子已经做了笔录，他说是你指使的。他胡说，他自己想抢货，赖我干啥？那这条呢？明早别让他们过检。真是他发的，我就是随口一问，我没让他撕封条。堵路你也是随口，黑视频也是随口，混货也是随口。主车、造谣、混货、破坏复检，哪一条冤你？我都是被逼的，我欠了钱，村里人也逼我。你欠钱就能把我们全拖下水？沈大强，今天2件事：第一，欠村民的钱，写还款协议；第二，造谣和破坏复检配合调查。我被带走，你们的钱更没人还。你不写，还真的没人还。写清金额、期限、违约处理。你们这是把我往死里逼，是你先把全村往坑里带。第2场预售今晚7点，说明 SKQC 2个批次怎么分？哥，今晚得直播解释批次。那就让所有人看清楚，好货怎么上，坏货怎么挡，账怎么还。你真以为直播1场就能救2个村？不是1场，是从今天开始，每一代按规矩来。平台要你说人话，今晚到底卖哪批？哪批不能卖？别绕。今晚上架只用 SK10号复检合格批次 ，QC 青芽批次只公示分拣结果，复检没过不上架。坏货封存，更不进食品链。这句话必须反复说。消费者怕的不是小利，怕的是你们混。6点55，准备开播。今晚第2场预售，先请沈明远说明批次。今晚卖的花生酥只用 SK10号批次，这个批次水分达标，快检阴性，封条完整。上面请短整做一下。青芽反潮货到底卖不卖？不卖。青芽现在只有分检结果，没有复检结果。合格前一律不进订单。我家的坏货已经封了，不能吃的我不卖。以前糊涂，这回认规矩。村民自己承认坏货封存，这比解释有用。石潭村今晚发的货，每袋都有编号，谁家货，哪天晒哪天检，都能查。在线人数上来了。今晚预售1万罐，只锁 SK 批次，卖完不加，等下一批检测。3000了，5000了。要不要加备用库存？不加，备用批次没复检，不能卖。就冲不乱加，我买。这个批次规则看懂了。已售空，哥又卖完了。退单率比上一场还低。卖完不是结束，明天公布出库、生产、发货记录。青芽要想回来，得靠自己把货做好。平台只给青芽1次预告机会。
镜头里只要拍到混带，U 块批次直接取消。取消？那我们不是白忙了？不是白忙，是重新学规矩。QC001 达标 ，QC002 继续晒 ，QC003 有异味，退隔离区。就一袋，有点味也不咸，凑够20袋，明天才有脸上架。你还想害全村？你家过了2代，你当然站着说话不腰疼。我家坏的比你家还多。这是我家的坏货，我认。不能吃的，我一粒不卖。别停，继续拍，这个比任何解释都管用。青崖村不是靠嘴翻身，是靠谁都不再糊弄。我错了。Q1 首批20袋开始抽检。要是我家的不过，我也认。认规矩比过1代更重要。12袋合格，5袋降加工料，3袋不建议入食品廊。才12袋，12袋干净的，比20袋骗人的强。青芽自证视频过审 ，QA 首批可做单独小批次，明天上架，不许和 SK 混。哥，青芽批次保住了。从这12袋开始，谁守规矩，谁就能把名字挣回来。这回咱靠干净货挣钱。今晚青芽 Q 亏小批次只有800罐，复检合格才上，卖完不加。Q 亏首批20袋，12袋合格，5袋降加工料，3袋封存，不进食品链。以前我急着卖钱，差点走歪。今天我当着大家说，没过检的一粒不卖。哥，动得太慢了。慢点没事，信任本来就得一点点挣。100、300、500。800罐卖完了，这回是干净钱。平台想做长期栏目，10奥和青亚联合供货，主打可溯源花生零食，前提是统一分级、统一检测、统一批次管理，就是成立合作社。回村开会，以后不是谁嗓门大谁说了算，是标准说了算。真要跟10奥一起干？以前你们还骂沈老板压价呢，骂过。也错过，青芽村想回来就按规矩来。10奥也一样，谁家办干货混进来，合作社一样不收。合作社不归我一个人管，2村各出代表，检测表公开，批次公开，付款公开，不合格货封存，不进食品链。那价格呢？以后还会不会压？价格跟等级走，整粒、小粒、加工料各有标准，谁想卖高价，就把货做好，不是围着车骂。我入社也盯着大家别走歪。10奥村入，青芽村也入，以后坏货烂在自己手里，也不拿出去害人。明远，我错了，你让我也进合作社吧，我不想被全村戳脊梁骨。现在知道球了，你坑我们的时候咋不怕？我还钱，我写道歉，我以后都听规矩，你们别报警，给我条活路。合作社不是给你躲账的，先按月还钱，配合调查，公开道歉。以后想入社，从最低等级第1代检测做起，先签字，按手印。平台长期栏目批了，栏目名暂定看得见的花生，第1期今天上线。哥，真成了！第1批联名预售，10分钟破3万罐。山沟里的花生真卖到全国了。不是花生突然值钱了，是大家终于知道，值钱的是规矩。哥，下一批报多少？先检测，再说数。